今天呢，我们要讲一本关于西藏喇嘛的奇书。一个仅有7岁的孩子呢，踏上了成为喇嘛的艰难之路，在西藏古老的密史中呢，发现了开天眼的秘闻。据传说呢，开天眼之后他就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第三眼》。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雪域喇嘛传奇。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会开启免费的抽奖活动，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罗桑伦巴。他出生在西藏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呢是西藏的领导人之一，父母的血统呢均出自于10大贵族。所以作为一个上层阶级的小男孩呢，在几乎尚未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已经开始了骑马之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呢，没有车辆运输之便嘛，但凡旅行呢，他们都得骑马。而罗桑的家呢，就住在环绕拉萨的朝圣大道旁边的高级住宅区域内，位于布达拉山的阴影之中。那西藏呢，是一个行使神权的地区这里的人呢，对于外界的进步几乎毫不关心，他们只要能够坐禅和克服肉体的限制就已经很满足了。当这个小罗桑呢快到7岁的时候家里就决定让他去接受预言家所推荐的任何种类的职业训练。在西藏呢，一切皆由预言家决定，包括去买一头牦牛呢，甚至到决定一个人的事业呢，他们都相信这个。所以这个小罗桑决定职业的那个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小罗桑7岁生日之前呢，他的母亲要办一个盛大的宴会，就邀请了很多的贵族以及高级官员前来聆听预言家的预卜。所有的请帖呢，都是由僧侣员工工整的写出，然后呢，每一位信差都是骑着一匹骏马去送信的。所以不久之后呢，预计的日子终于来了。所有的人来呢，都是为了这个小罗桑来决定未来事业的，而他自己呢，却毫无选择的余地。在上午10点左右呢，他们一家人全部都骑上骏马，从布达拉山脚下出发，沿着这个拉萨平原前进来到了大昭寺的山门。按照传统的规矩呢，做完巡回膜拜后呢，他们就会走上大昭寺的平屋顶。那屋顶的四周的景色呢，是十分的壮丽。当大门敞开的时候2行的家丁分别都立在2旁，欢迎来宾。最后呢，园中就搭起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帐篷中呢有凸起的这个台坛，坛子上呢放着4个西藏式的坐垫。而小罗桑的父母呢，以及2位来自于聂真寺的最有经验的预言家就登上了台，另外还有2位喇嘛就拿着这个预言星空的注解和图表。那2位老的预言家呢，就发出了笛一样尖锐的嗓音念着一些难懂的经文，以低沉的音调呢持续了1个小时之久。然后呢，小罗桑的这个未来就这样被预言到了。他们说这个7岁的小男孩将会出家去当喇嘛，在当喇嘛的过程中呢，他会吃过一阵难以忍受的苦头，之后呢便被训练成为一位喇嘛医生。他会忍受一连串的艰辛困苦，还会离乡背井进入异乡异民之中。然后他后半生呢会丧失一切之后又从头干起，最后他会得到圆满的成功。那得到了这个预言之后呢，小罗桑的后半生就这样已经被定性了。所以他回到家中在家待的最后一天呢，小罗桑的父亲呢将他带到一个放满古书的房间。父亲坐在祭坛的一边呢，叫小罗桑跪在他的面前。他的面前就放着一本厚厚的家谱，这是罗桑家几百年的史实了。而那些祖先的名字呢，晋升贵族的事迹还有为国所做的一些功绩呢，都记录在这本家谱当中。现在呢，这个家谱第2次为小罗桑打开。第一次呢是记录他入胎和出生的日期，最后呢，预言家所说的话呢，都记录在了这个小罗桑家族的族谱之中。等到明天小罗桑出家之后呢，便是展开了一项新的生活了。小罗桑的父亲沉默片刻之后，就对他讲了一些有关于西藏秘史的事件，一些已有上千年上万年比大洪水时期还要古老的历史故事。他父亲说呢，西藏古时候曾经被海水冲刷过，很多的考古发现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时至今日呢，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在拉萨附近向下去挖呢，都可以挖出石化的海中动物和奇异的海贝，以及呢用途不明的金属物品。探访过西藏的某些洞穴的僧侣呢，时常也会发现这些东西。讲完这些呢，父亲变得非常严肃，他就说呢，因为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呢，对贵族要求特别严格，对平民呢应予以同情，因此小罗桑要接受一连串严厉的考验，而后才能够进入寺庙修行。如果他不能够通过考验的话，那么他将被在家谱上除名，再也无法回到家里了，也不能够再见到所有的亲人。话说到这儿呢，父亲便不再往下说了，而是让小罗桑退下了。
第二天呢，带着一脸孤独和对未来的恐惧呢，小罗桑啊就带着一个仆人离开家了。他们走了好几里路呢，就来到了一所管教严格的学校，名字呢是叫西藏医学中心查克波里寺。小罗桑胆怯地敲了一会儿门呢，无人理会。好久之后呢，山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僧人，他就对这个小罗桑吼道说这里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能够待下去的地方，你退后40步以打坐的姿势坐在那儿，等到有人来的时候呢，再来给你吩咐。于是这个小罗桑就凄凉地捡起自己的包裹按照指示的方式呢，盘腿就坐在了寺庙的门前。就这样他坐了整整1天滴水未进，直到太阳落山呢，四周寂静黑暗他虽然很害怕，但他还是不敢动。不久之后，他就听到一位老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脚步声。一个老僧就来到了小罗桑面前，递给他一杯茶和一些糌粑。这位老僧就告诉他说现在呢，你可以吃点东西和睡觉，但是在太阳出来之前呢，一定要在原来的地方保持原来的姿势，因为呢，这对你来说是一种考验。而他并不是无理和残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个考验的人才有希望和资格呢，达到较高的僧位。说完这些话之后呢，老僧便收起了杯子和钵就走了。小罗桑呢，于是就在这个沙地上掏了一个凹陷的窝把这个袍子呢垫在脑后就这么度过了一夜。当天色微明之时呢，小罗桑被一阵喇叭声吵醒，他赶紧就坐起身来，恢复了打坐的姿势。天色越来越亮呢，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僵硬，不敢活动，又不敢昏沉的睡去。假如因此动了，或者是睡着了，又无法通过这次考验呢，那他真的就是无家可归了。于是他眼看着一群群的僧人从这个建筑物里走出，他们看都不看他一眼，去进行他们的神秘工作。于是就这样呢，黄昏的余晖渐渐的消逝，寺庙里那些小小的油灯又亮了起来。罗桑因此就感到了绝望。此时此刻的他呢，真想大哭一场。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老僧又来了，更加慈祥的对他说呢，说吃一些喝一些东西吧，但目的呢还未达到，明天呢你还要苦一阵子，小心不要妄动哦。老僧就告诉他说许多人都败在了第11个时辰。在第3日呢，小罗桑盘腿坐着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而且头晕目眩，一直等到寺庙的油灯再次亮起呢，于是一个沙弥师傅在远方的门口就出现了，招手叫他过来。之后呢，小罗桑吃了点东西感觉好了一些了。沙弥师傅呢就带着他走过了许多宽阔的走廊，经过神殿绕过了医校的标识，进入了校长的帐室。小罗桑就学着沙弥师傅的样子鞠了3躬，匍匐在了地上。那院长呢不动声色，让他们坐下。他默默的就注视着这个小罗桑注视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就说道：罗桑伦巴我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你的耐性测试呢相当严厉，但这并非无理取闹，来日呢你自会明白。现在呢你要知道的是每1000个僧人之中只有1个适合于高等的工作，接受高等的教育，其他人呢都随俗浮沉，只能做日常普通的工作。他们很多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天天都去转那个祈祷轮，但是他们不明所以。因此呢，我们缺少的是能够弘扬我们这个体系知识的人。你要接受非常专门非常严格的训练，要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学到很多的东西，比一个普通的喇嘛毕生之力所习得的还要多。而此道呢非常的艰难，未来呢你有可能还会接触到灵体旅行，则更要有不畏惧一切的胆识和坚如磐石的决心才行。当时的小罗桑呢尽力倾听但这些对于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属实是太难了。接着呢，院长继续说道，你要在这里接受医学和星空预言学的训练除此之外你还得接受有关于秘术的训练。你虽然只是一个7岁的孩子呢，但我们会把你当作成人来教养。现在呢你该去剃头了。在西藏一个男孩子出家当喇嘛必须把头剃光，只能留一绺发，而这绺头发呢等到受赐法名的时候呢也是要剃掉的。到那个时候呢，他以前的名字也就废而不用了。说罢呢，这个沙弥师傅就站起来鞠了一躬小罗桑呢也同样照做。沙弥师傅就带着他穿过了许多弯道的走廊呢，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在这里呢，小罗桑的头发离他而去了，至此呢，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小沙弥了。罗桑的学徒生涯就此展开。查克波里寺的戒律可谓是真的严如钢铁。查克波里寺的藏文的意思就是铁山。因为大多数的喇嘛寺庙呢都很缺乏组织纪律以及戒律都很松，僧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要工作就工作不工作就懒懒散散的。1000个僧人之中呢，只有1个恳求上进的能成为真正的喇嘛。因为喇嘛一词呢含有上首、上座或者是上士的意思，并不是每个僧人都可以使用的。
而且以查克波里寺的4分而言呢，纪律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正在学习的这个小沙弥呢，也不是只需要学习就好，他们也要轮流的做一些事务工作，以免呢自己变得太自高自大了。在最初的12个月当中呢，小沙弥们不被允许走出本寺的范围之外，凡是离开那个区域的都不准返回，这是查克波里寺的一项特殊规定。这头1年呢，罗桑和其他的小沙弥们几乎没有任何的休闲娱乐和游戏可言，只有强中的强者呢才能够活着到冰冻层的高原去寻找草药。要把这些孩子们训练成医生呢，就要让他们记住许多草药的名称以及正确的配方，而且要知道他们之间所有的配合以及禁忌。不但要懂得很多预言学的东西呢，还得背诵呢全部的经书。这里有一种独特的记忆训练法呢，这种训练记忆的方法呢，已经进行了许多世纪之久了。喇嘛们教他们想象自己身处于一间有成千上万个抽屉的密室之中，而每一个抽屉上呢都有明确的标识，所学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经过分类，按照教学呢想象自己打开适当的抽屉，把习得的所有的事项呢分门别类的放入其中。而小沙弥们要把这件事情以及抽屉的正确的位置看得明明白白，只要稍加练习呢，就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进入这个房间，打开自己适当的那个抽屉，取出需要的以及相关事件的记忆，这样就非常容易了。那有一天清晨呢，一个孩子呢就把罗桑叫醒带着他来到了米亚唐达普喇嘛的门前。这位喇嘛呢盘腿坐在坐垫上面面前放着一个矮小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许多的书。他就告诉这个小罗桑说院长和一众喇嘛呢已经追查了他的前身，他的前身呢是有着过人的本领的，因此呢他们要重新开发罗桑前世有过本领的能力，要他呢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获得比一个长寿的喇嘛还要多的知识。那说到这里呢，米亚唐达普喇嘛就顿了一下，他注视着这个罗桑的眼睛，他说，如果你选择正道呢，你将会勤苦练习40年的功夫，但这对你的来世来说呢有莫大的益处。如果你选择邪道的话，可使你今生今世获得快乐、舒适和财富，但你将得不到极度的开发。好与坏呢，只有你自己可以选择。于是罗桑提出了问题如果我在寺庙里失败的话呢，我将无家可归，那我又怎么会得到安逸和舒适呢？如果我选择正道，那么谁会来指点我呢？于是米亚唐达普喇嘛呢就笑道说你忘记了吗？我们已经追查了你的前世。如果你选择邪路呢，也就是安逸之路你将会被当作一座佛的化身安置在寺庙里，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呢，你就会登上方丈的宝座。此时呢，罗桑十分的惊讶，那这又怎么会叫做失败呢？喇嘛就说我会认为那是一种失败。如果你选择正道呢，我愿意做你的向导，但选择在你嘛，没有人可以影响你的选择。于是小罗桑考虑了一会儿呢，就略带哀伤的说他想选择正道。米亚唐达普喇嘛呢就笑着很温厚他看了看手中的文件，就告诉这个罗桑不久之后呢，他们将在他的头部做一个小小的手术，以助成眼通的开发。以后呢，使用催眠的办法来加速罗桑的学习，将在这个玄学以及医学两方面使他进入很高的一个境地。一个孩子一旦被这个寺庙收为学徒之后呢，就要剪下辫子，剃掉头发，将辫子交给他的父母，表示他的儿子呢已经被录取了。而米亚唐达普喇嘛呢要亲自去送辫子这就表示他已经负责接受这个孩子作为他的徒弟了。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位喇嘛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为人聪明俊秀，在西藏呢拥有令人倾慕的声誉。而罗桑深知在此人的教导之下，他不可能失败的。因为在西藏人们确信转世之说并非子虚乌有嘛，所以当一个人到达某种进化的阶段之后呢，他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或者是继续去另一个层次生活呢，或者是再来人间继续修行，或者是救度其他众生嘛。在罗桑8岁生日的前夕呢，米亚唐达普喇嘛就对他说预言家已经预测了生日后的那一天是你开第3眼的好日子。罗桑对此呢具有十足的信心，正如喇嘛告诉他的那样，只要打开第3眼呢，就可以见到人的本来面目了。就佛教而言呢，人的躯体呢是由大我发动的一副皮囊而已。当我们睡着或者是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呢，这副皮囊便由非我的超我接手了。而西藏人就相信呢，人在这副脆弱的身躯中可以精进修行。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便会回到另一种不同的生存境界。人躺下休息时呢，精神便脱离肉体，而在睡着时呢，漂浮出去。但是呢，灵魂是以一条银带跟肉体还依然保持着联系。这条银带呢，直到死亡的时刻到来呢，都是存在的。而我们的梦境呢，是在我们的睡眠的精神境界中所获得的经历。
当灵魂返回肉体之后呢，苏醒时啊，它的撞击和扭曲就扰乱了梦境的记忆。除非人呢受过特殊的训练，否则的话呢，此种梦境啊就会让人觉得人感到难以置信嘛。而环绕人体的还有一种灵气，也就是我们之前称作的辉光，它是生命力在体内燃烧的一种反应。在适当的情况下呢，任何人都可以经由学习而发现。而喇嘛们相信此种生命力是电力的作用，跟闪电的电呢略相仿。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嘛，所以西藏的喇嘛就用日冕的现象来解释。他们说火焰在此突出了日盘数百里之外的，但是我们平常的肉眼依然是无法看到这种太阳的荣冠嘛。但是在日全食时呢，则人们就会看到。所以喇嘛们就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因为日冕呢，它不会因为人们不相信而失去其存在的事实，它仍然在太阳的四周，正如灵气呢在人体的周围是一样的。那么在罗桑开了第3眼之后，他便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吗？人体周围的灵气真的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吗？那么罗桑是怎么样开启天眼的呢？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下集再见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小雨之前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以及小唐抱过的娃娃哦。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的留言哦，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